随着 4K 显示器的普及，我相信各位都能感受到 Windows 对高分辨率的拧巴适配，而各种奇葩 bug 中，其中有一点最让强迫症人原地爆炸的就是桌面图标会异常变小，而且是有的图标变小，有的却不会。触发方法千奇百怪，有的是更换显示器之后，有的是先开机后开显示器，有的是切换拓展屏，有的是远程桌面，甚至有些笔记本开机就概率出现。引发这个 bug 的关键就是缩放超过100%。目前已知的解决办法就是在任务管理器里重启 Explorer。我们其实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实验，找一个 1080p 显示器，先默认设置100%缩放，此时手动调整成150%缩放，其实问题就已经复现了。此时设置已经提示你了，某些应用在关闭并重新打开后才会响应缩放更改。所以系统级的桌面也是所谓的应用吗？所以为什么会这样设计？一定非要重启不可吗？我知道你想说 Windows 高 DPI 处理不好，其实并不是处理不好，而是有些地方真改不动。本期视频给你答案。老规矩，在分析问题之前，我们先要普及一些常识。首先是 Windows 的图标设计 ，Windows 的图标也就是 ICO 格式，其实里面包含了很多个分辨率的图标。例如，系统自带的记事本中包含3组图标文件。我们看官方文档对图标的定义，分为应用程序图标、控制面板图标、列表图标、工具栏图标、对话框图标、叠加层图标、快速启动图标、气球图标、其他图标。有没有发现啊？控制面板、快速启动、气球，这些都是 XP 时代的流行词了。关键是不同分类的图标有非常碎片化的分辨率定义。我简单数了一下，有10几种不同的分辨率。这不坑爹吗？还没完，从 Vista 时代有了高 DPI 的设定，不同 DPI 的图标还要适配不同的缩放比例。对，这个缩放比例就是我们设置里面看到的那个缩放。看到这里，有的人可能会有一个疑问，这些图标比例不都是1:1的吗？为什么不直接制作一个高分辨率图标，然后用其他分辨率直接等比例缩放不就完了吗？其实事情没有那么简单。如果一个64×64的图标长这样，若强行缩放成16×16，就糊成一片了。所以需要专门为16×16画一张像素风格的图标，才不会糊成一片难以辨认。等一下，谁会缩放到16×16这么小啊？这就是本期视频开头所说的技术债了。因为早期的电脑屏幕分辨率远没有我们现在的4K 那么大，那时候普遍只有800×600、1024×768。所以才会存在16×16这种小图标。而为了弥补64×64缩小之后的模糊图标，微软要求开发者单独为小分辨率图标单独画一个像素风格的版本，而不是粗暴的缩放，这样才有那么多分辨率的图标。而现在的计算机无论是性能还是分辨率都提升了好几个数量级了，理论上给一个256×256最高分辨率的图标就可以通吃了。但为了照顾老程序，微软依然保留了至少5种分辨率的图标。聊完图标，我们再聊聊桌面。我们看到的电脑桌面本质是基于 List Control。做过 Windows 原生开发，比如 MLC 小伙伴一定知道 Windows 改变 Windows 空间的尺寸有2个机会，一个是初始化的时候，另一个是收到消息。按照 C 管理器 Explorer 的逻辑，启动的时候会根据当前 DPI 设置 Emit List 填充对应分辨率的图标，后面修改缩放的时候会广播 WM DPI Change 消息， List View 会调整对应的尺寸，而图标分辨率没有变化。比如之前使用的分辨率是48×48的图标，List View 格子变大之后，图标的分辨率没有变大，所以导致你看到图标变小了。而重启 Explorer 之后，系统会根据当前的 DPI 重新从 ICO 文件中挑选合适的图标 size 放入 List View 格子中。这里可能有人会问了，为什么不在缩放的时候从 ICO 文件里重新读取图标呢？问得好，因为这就是技术债呀。因为启动 Explorer 之后，不只是挑选 ICO 那么简单，还要建立图标缓存。当然，经过变量逆向后发现，启动 Explorer 之后，图标的处理还有非常多的步骤。简单说，更改缩放后，可不可以重新从文件中读取图标？理论上可以，但不好改，因为代码太重了，可能动一发牵动全身。看到这里，可能有人会说，以上都是我自己瞎猜的吧？有没有实锤啊？我背后的男人边亮已经忍不住了。边亮抓了2个典型的应用程序：进程监视器和记事本。这2个程序有什么特点吗？进程监视器是个比较旧的程序，里面包含了各种低分辨率的图标，而记事本是 Win10自带的，里面除了低分辨率图标，还包含了高分辨率256×256的图标。边亮给里面每个分辨率的图标脸上都写了一个数字做标记，可以看到系统默认读取的进程管理器的7号图标，对应的分辨率是48×48，记事本的9号图标256×256，然后把它缩放改到了200%。从一个调用堆栈里可以看到，桌面右下角的托盘图标进行了重载 ，Load Better Icon from Resource。从资源文件里加载了更好图标，区别于桌面，右下角托盘图标反而是可以动态加载的。还记得我开始说的，改变 Windows 空间尺寸有2个机会，其中之一就是消息。这里收到消息之后，进入 On DPI Change， 然后是 Set Icon， 并没有重新加载图标资源。我们可以看到，随着缩放比例改变的过程，2个图标都没有重新加载资源。而记事本的图标分辨率很高，
一直撑满了格子，而进程监视器始终是48×48，本质它就没有变小，而格子越来越大，显得它变小了而已。而调整缩放比例时，由于框架的限制，又没有重载其他分辨率的图标，所以导致依然使用较小分辨率的图标，导致图标变小。就好比你设置了个壁纸，选择了不缩放居中的样式，壁纸就会没填满屏幕的原因是一样的。但如果存在256×256分辨率的图标，桌面也会优先使用它，这样就不会出现图标变小，所以会看到有些图标没有变小。总结一下，就是桌面的图标如果单纯调整系统缩放的大小，是不会重新从 icon 文件中加载更大的分辨率的图标，而是单纯放大了图标的外框。实际上，图标本身尺寸没有变，所以导致视觉上图标变小。相反，桌面右下角托盘图标是能够立即匹配系统缩放值，重新加载更大的图标。好了，视频最后我又给大家讲了一个微软的技术债。大家觉得为了兼容导致这种拧巴的体验好呢，还是像苹果那样铁腕？为了体验的一致性，只是砍掉旧的设定好呢？欢迎大家评论区里分享你的观点。好了，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喜欢吐槽 Windows 奇缘异事的，可以关注我和边亮哦。